一个人的财运是有因果的。大家好，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，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，感悟人生的宽度，分享智慧的高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财运的因果。每个人都渴望着累积财富，然而金钱似乎总是不期而至，时刻保持对着别人的钱包关切。有一句古话说得好，那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这句话意味着，当你刻意去追求某些事物时，可能会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，但当你无意中涉足某个领域时，却可能不期而遇一大片机会。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，他们似乎轻松的就能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功并积累巨额财富。然而，这并不是偶然的。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获得财富和成功，通常并非是一时冲动或偶然事件，而是长期的积累和准备。这就像积攒一生的好运气，当机会来临时，你就能抓住它并取得成功。举个例子，初刻拍案惊奇中有一个名叫文若虚的人，他出生在明朝苏州府的一个富裕家庭，但却对文学艺术充满了热情，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。然而，面对生计的艰难，他最终踏上了商业之路。在经历了起伏跌宕的人生轨迹后，最终成为了一位富有的商人。时也，命也，运也，环环相扣。古人的经历道尽了财运的因果。一、面对失败，积累发财的经验。文若虚曾听人提到，北京市场对扇子有很大的需求，他灵感迸发，因为自己本就对书画情有独钟，并且与一些知名的文化名人，如祝枝山，有一些交情。他坚信自己能够获取一些精美的扇子。然而，当文若虚将几箱扇子运到北京时，却不幸遭遇了持续的大雨，扇子受潮发霉，一旦打开，上面的画面都模糊不清了。这次交易让他付出了巨大代价，几乎将家底全部耗尽。他只能依赖于在学堂里教书来维持生计，勉强度过难关。但他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，乐观向前，别人称他为逆境中的幸运儿，他也能够一笑置之。尽管陷入贫困，但他没有被阴霾笼罩。马云曾说，创业者如果没有读很多书，不要紧，但不能不在社会上学习。一个人的知识源于书本，但更重要的是将社会视作一本书，认真地品味其中的经验。如果生搬硬套学校里的知识，必定难以取得成功。失败是成功之母，最可怕的不是一无所有，而是失去了乐观的心情，沉湎于叹息与抱怨。如果我们能够微笑面对失败，那么无疑会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教训，对自己的命运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。好运常常眷顾那些有所准备的人，更喜欢那些心中充满阳光的人。二、心怀善良，汇聚发财的人气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文若虚听说有人正在海上做生意，他想着，自己这一生都过得很不如意，如果有机会去海上看看，或许能让这个生命变得更有价值。但是，想法不如行动。他随着一群生意人一起登上了一艘船，前往了太湖洞庭山。文若虚意识到他没有为船费贡献，因此决定买些食物来感谢大家的搭乘。于是，他花了1-2块银子，在码头上购买了100多斤橘子。很快，船抵达了吉林国。
其他生意人陆续上岸做生意，而文若虚则将橘子拿出来检查是否已经成熟。意外的是，这些橘子变得鲜红多汁，散发着令人陶醉的香气。当地人看到后纷纷前来购买，让他轻松赚了100多两银子。易传文言传昆文言中有一句话：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即使是一个贫穷的人，如果他保持感恩的心态，时刻遵守公平原则，往往会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和帮助。在商业中，人脉关系至关重要，每个人都能为你带来一点收入，正如绳锯木断，水滴石穿一般，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，也能够积攒财富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许多企业家会慷慨地分享多余的资源，或者积极从事慈善事业，尽管会损失一些财富，但他们的声誉会更加卓越。这样的人吸引了众多追随者，最终获得成功。因此，善良的人通常会拥有财富，这不仅是注定的，也是他们多年来积累的善行所带来的福分。3. 做人勤快，增加发财的机会。在广阔的海洋上，突遇狂风暴雨，船只不得不停泊在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上，等待机遇，再度扬帆而行。船上的所有商人都在沉睡之中，而文若虚却独自一人登上小岛，去欣赏这个陌生地方的景色。他坚持着既然到了，就要好好欣赏的信念。走着走着，心中无愧。突然，他的眼前一亮，发现了一个比床还大的巨大龟壳，顺手将其拾起。当船只抵达福建时，一位来自波斯的商人愿意花费高达5万两银子的价格收购这件宝贝。虽然运气的源头难以言明，但坐在原地不动绝对不会带来好运。古人曾言，户枢不生虫，流水不生腐。在经商之路上，只有买进和卖出的不断往复，才能够获得成功。而在生活中，积极行动才能注入活力。当一个人变得越来越懒惰，过于消磨时间，生命也就逐渐荒废了。农村谚语云，早起的鸟有虫吃，与其等待不幸的降临，不如积极迎接挑战。或许你每天早起，不一定会遇到美丽的景色，但坚持每天早起，肯定会迎来机遇。因此，那些能够发现宝贝的人，看似是幸运之选，实际上是坚持即胜利的明证。4. 学会随喜，添加发财的福气。文若虚接过波斯人的财富后，没有独自占有，而是慷慨地与同行分享，以表达感激之情。这次航海之后，他回到家乡并投资置办了一份产业，迎娶了妻子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商人。正如俗语所说，商人做事要诚信。可惜的是，那些贪图唯利的人，尽管能够意外获得财富，但却难以保守财富，因为他们倾向于独占财富，这引起了别人的嫉妒，甚至可能导致争夺和打压。与众分享胜过独享欢乐。真正幸运的人将他人的快乐视为自己的快乐，并乐意与他人分享，这样做会让幸运倍增。举例来说，有些商人在获得财富后，会举办一些回馈社会的活动。在经济不景气时，他们会深入市场与人交流，既是市场调研，也是获取经验。在这个一生中，不应将金钱视为一切，而应将其转化为幸福。积极的分享财富，是增添幸福的最佳途径。
而过于自私则会导致与社会疏离，使人生陷入死胡同。富兰克林曾言，通过卖出自己的努力来赚钱，是最经济的方式。唯有资本才能创造源源不断的回报。很多人误以为资本仅仅指金钱和财产，实际上它还包括了品德、知识、机遇、心理素质、社交网络等多个方面。我在参加一次公益活动时，主持人分享了这番智慧。那些只有财富而没有善举的人，只能算作短暂富有者，而那些拥有财富和仁爱之心的人，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企业家。了凡四训中有云，宇宙创造命运，而我们为自己立命。能够塑造你的未来的，不是命运，而是你个人的奋斗。请记住，高尚的品德将带来幸福，勤奋努力将带来财富，节俭理财将增添财富。以上这个故事，您领悟到了吗？总结起来，这些智慧言辞启发我们要明白，赚取财富并不仅仅是追逐金钱，而是要投资自己的品德、知识、人际关系和内在素质。不仅追求财富，还要将仁爱与社会责任融入其中，这才是真正的成功之路。命运或许会影响我们，但最终的决定权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和选择。要不断提升自己，坚守高尚的品德，勤奋努力工作，并懂得理性理财。这些智慧教诲告诉我们，实现财富与幸福需要综合考虑生活的各个方面，而不仅仅是追逐短期的金钱利益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。下个视频见。